绝对是钢铁侠最败家的一次，几十亿别墅说砸就砸，抡完大锤还不过瘾，抄起电钻继续祸害地板，搞这么大阵仗，只为了在自家客厅里轰出一种能救命的新元素。原来他血液里的靶含量已经冲到89%，毒素蔓延到了脖子，剩下的时间用手指头都数得过来。然而就在他摆烂等死的时候，神盾局局长拎着托尼老爹留下的箱子找上门，他告诉托尼，救你命的办法就在这口箱子里。他爹霍华德当年是神盾局创始人之一，他需要托尼去完成自己没干完的事儿。托尼将信将疑地掀开箱盖，里头全是父亲留下的旧物。他开始观看父亲留下来的视频资料。一开始托尼没当回事，直到他听到了一句足以砸醒他人生的话 I built this for you. It represents my life's work. 父亲说，眼前这个模型本可以改变世界，但那个年代技术跟不上，这个计划注定只能活在纸上，所以他这辈子最牛的发明从来都不是什么反应堆。My greatest creation is you. 托尼这才懂了，原来父亲那说不出口的爱竟然这么深沉，自己还有什么脸在这自暴自弃？他不再数着日子等死。第6项计划应运而生，他要替父亲把未尽的事业干完。只是他越看这个模型越觉得眼熟，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，上面的标注更是看得人一头雾水。干脆把它搬回家，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，索性直接对模型进行扫描。他拉出一个真空数字线框，方便做全息投影，把中心球体放大，清掉所有干扰项，开始搭建质子和中子结构，一个全新的球形元素赫然浮现。然后此时的托尼眼眶已经红了，心里有千言万语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 Dead for almost 20 years. Still taking me to school. 没错，这就是能顶替靶的全新元素，但新元素没法靠人工合成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家拆了。他抡起大锤就开干。他一个人把全屋电路重新走了一遍，凭一己之力干了整个装修队的活。没多久，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就在客厅里架好了，垫上美队的盾牌，高度刚刚好，卡进棱镜，把加速器功率推到最大。一道蓝色高能粒子激光狂喷而出，所到之处全被拦腰切断。拆了大半个家之后，射线终于精准击中新能源晶片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元素就此诞生。塞进反应堆里测一下稳定性，就能直接往胸口里装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万科打来电话，说他40分钟后要把整个斯塔克工业夷为平地。托尼一抬眼，刚好看到汉默也选在40分钟后开武器展览会，他瞬间断定万科肯定要在那里动手，来不及做测试，直接把新反应堆怼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汉默在博览会舞台上跳着骚气冲天的舞步，嘴上还不忘吹牛，说自己马上就要取代钢铁侠。他小手一挥，舞台底下齐刷刷升起一大批钢铁机甲，海陆空3个兵种全凑齐了，破坏力一个比一个吓人。最后压轴登场的是被改装过的马克2号，现在他有了新名字，战争机器。就在这时，托尼穿着新一代马克6号现身了，胸口那个经典圆形反应堆也换成了更加凌厉的三角形。托尼告诉罗德，这一切都是万科挖的坑，为了不引起恐慌，必须先把现场的人安全撤出去。话还没说完，战争机器突然抬起机枪对准了托尼，身后那群钢铁战甲也齐刷刷锁定了他。原来万科早就在后台远程操控了一切，为了避免伤及无辜，托尼立刻升空，所有战甲追着托尼的方向疯狂开火，现场直接乱成一锅粥。万科操控战争机器和一部分战甲原地起飞，死追着托尼不放，在空中展开了一场厮杀。剩下那些眼看追不上托尼，转头就冲进人群，开始对平民无差别攻击。这时一台战甲锁定了人群中一个戴着钢铁侠头盔的小男孩，有谁知道这小孩是谁吗？千钧一发之际，托尼俯冲下来把他护住。无人机战甲继续死缠着托尼不放，另一边汉默跑到后台才发现一切都是万科搞的鬼。小辣椒和寡姐也追了进来，寡姐一把将汉默按在桌子上，逼他吐出万科的位置。拿到地址之后，哈皮带着寡姐火速杀向汉默工厂，寡姐竟然在车上直接完成了换装，差点让哈皮压不住枪。两人赶到工厂，寡姐靠着那一身逆天的身手，一个人把冲上来的守卫全放倒了，看得哈皮下巴都快掉了。两人顺利摸进控制室，却发现万科早就跑没影了。与此同时，罗德突然出手偷袭，把托尼一起撞进了水沟里。托尼刚想还手，就被马克2号反手按在地上贴脸扫射。好在寡姐远程帮罗德解除了战甲的控制。两人正说着话，托尼不小心说漏了嘴，忘了小辣椒还挂在通讯频道里。直到这时候，他才知道托尼差点被毒死。托尼赶紧稳住小辣椒的情绪，转头继续处理眼前的烂摊子。一组钢铁士兵从天而降，拿回控制权的马克2号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杀四方。可敌人实在太多，再这么耗下去，能量迟早打光。托尼也正好想试试马克6号的新技能。I think you should lead with that next time. Yeah, sorry, boss. I can only use it once. It's a one-off.
另一边，小辣椒叫来纽约警察，把汉默给铐走了。警察本想让他搭警车先撤，小辣椒坚持要留下来疏散人群。这一刻，他像个真正的 CEO， 扛起了斯塔克工业的担子。然而，托尼这边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万科穿着自己的战甲帅气登场，显然他的装备看起来更狠。这时，高能名场面来了。I got something special for this guy. I'm gonna bust his bunker with the ex-wife. What? 果然，汉默出品全是废品，三人随即展开混战。万科甩起电鞭，把两人一顿猛抽，紧接着又用鞭子锁住两人的脖子。托尼和罗德双双被卡死，动弹不得。托尼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对策，他要和罗德再次上演激光炮对轰。一声巨响之后，万科被炸成了废铁，可他还留了一手，启动了所有机甲的自毁程序。托尼二话不说，全速飞回博览会，在爆炸前最后1秒把小辣椒捞了出来。之后，局长再次找到托尼，递上了神盾局的邀请函，正式让托尼加入复仇者联盟。